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我对你一直坦诚相待，你凭什么用这种下流的手段对我？好，你对我坦诚相待，那我也对你坦诚相待。为了他，连命都不要，你凭什么？你说我凭什么？你放手了。是，从小到大，我都温和谦让，但是这一次，我不打算让了。我追求我喜欢的幸福有错吗？你能给的，我都能给；你给不了的，我也能给。我凭什么要让？凭什么？这一拳，我不还手，不是因为我理亏，因为你不知情。但我要告诉你，你这辈子只能是他哥哥，因为你们徐家欠他一个哥哥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跟我去个地方，你就知道了。穆远航死亡的时间，就是徐伯钧轰炸的时间。光耀兄，还不准备放手吗？哼，你以为就凭一个混黑道的几句话，我就会信？他说的这些，根本不足为证，诬陷我父帅是什么后果？谭司令，应当心中有数。诬陷，好，耳听为虚，咱们眼见为实。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也知道。他毕竟是你的父亲，但是他多次暗杀闵大成，甚至想杀死穆婉婷，就是为了掩盖当年的罪行。还有，上次在医院的时候，那2个刺客对你手下留情，你应该有所感觉吧？令尊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想你心里应该很清楚。广耀啊，来吧。现在知道了吧？现在你知道人心险恶了吧？你呀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今后怎么坐得稳督军的位置？如果都要像父亲那样，才能坐稳位子的话，那儿子真的做不到。你坐不稳也要坐，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
你如果坐不稳，我们薛家的地盘就要易主了。这个谭玄林有兵有枪，现在又傍上了穆家，你留在这里也不能牵制他，反而会成为我的软肋。我看你啊，现在给我回越城，穆家拨给我们军队的粮饷，总得有个自己人盯着。一切听凭父亲安排。你看你这个样子啊，你还是不是我徐伯钧的儿子？你是不是？什么？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搜到啊？是，他们将整个车厢都仔细搜查了一遍，除了一些衣服和一些细软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物品。督军，您看他会不会真的是去北京找谭桑榆的呀？盯梢的探子说，谭玄林本来是要送他妹妹回江城的，谁知他妹妹在火车站甩了谭玄林的人，上了去北京的火车。事情没那么简单，让你的人到北京以后继续盯着，随时报告谭玄林的动向。是。少帅呢？在那儿呢。少帅，谁让你拿这些报纸给少帅的啊？真没眼色！是少帅说想看看上海的报纸。拿走！你以后不要再拿这些消息烦少帅。是。走啊！少帅，没事，不怪他们，是我自己要看的。您这又是何苦呢？只要知道他过得好，我就放心了。这个裴勋亲自去火车站接的谭玄林。对的，我们的人亲眼看到的，裴勋带着谭桑榆去接了谭玄林。哦，而且我们的人还打探到，他的妹妹前天住进了裴家，听说这小妮子现在追裴少军追得很紧。这个谭玄林刚拿下了穆婉清，就让自己的妹妹去贴裴少军，他是想跟裴家攀亲，想让自己上海王的位子坐得更稳。倒也是有这种可能。就这么一路大张旗鼓的去北京，只为了攀亲，这也不对。裴勋是代将门，不是他马匪谭家能攀得起的。你派人给我盯紧了谭玄林，看他到底想干什么。是。这是谭司令上任之后头一回来北京，高兴，喝酒，来，大家伙共同举杯。裴督军盛情，谭某确知不恭了。请。穆小姐，你和谭司令的事情，裴某早有耳闻。美人配英雄，
可喜可贺。谢谢裴督军，我和谭司令在上海还小心翼翼，我们的关系登报以来，您是第一个祝福我们的。应该的，男女之事讲究的是你情我愿，只要你俩高兴，天王老子都管不着。徐伯钧这个老贼想利用权势逼你就范，这是他理亏。我裴某人虽然是个粗人，却也见不得这种棒打鸳鸯的下作手段。裴督军，既然您不愿意棒打鸳鸯，那我跟您儿子裴公子这事儿……小四，嘴闭上。哎呀，裴督军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这丫头啊，从小就欠管教。哥，如果多有冒犯，我替她给您道歉了。哪儿的话，不足挂齿。我没冒犯，裴伯父挺喜欢我的。说的一点儿都不错。我很喜欢她，这个小丫头还真是让人疼。这千里迢迢的到北京来看我，还特意给我带来了一份见面礼。裴督军，单独聊聊。好，左参谋，招呼大家喝酒啊！穆小姐，先失陪。请。请。谭司令，你因为穆小姐得罪了徐伯钧，如今朝不保夕，是不是担心自己已经没有了退路了？督军，这没有退路的，又何止谭某一人呢？你想让我重审10年前穆远航遇刺一案，扳倒徐伯钧？徐光耀已经查到了庆功宴刺客的事。您和徐伯钧表面上一团和气，可实际又能维持多久了？与其被动防守，不如主动出击。所谓先下手为强嘛。你想借我裴某的手，去除掉自己身上的威胁？这徐伯钧，不也是您最大的威胁吗？此事也并非不可为，我也早有对付徐伯钧的打算。不过，如果我真扳倒了徐伯钧，那徐家的一切要尽归我裴家军所有，包括越城督军府所管辖之内的上海。您要知道，这最重要的物证胶片是我找到的，您不记我的功劳也就罢了，再惦记上海就不太合适了吧？谭司令，物证现在我裴某人手里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没错，但是这人证物证俱全，才有翻案的胜算嘛。是，这物证是在您手里，可这人证在我手里呢。你还有人证？罗督军当年的副官闵大成还没死，就是他替徐伯钧遮掩了真相。哦，那人证在哪里？北京。当然，只要裴督军答应我谭某一个小小的条件，只要您亲自发一份委任状，明确将上海交由我全权节制，这人证啊，我双手奉上。人证既然在北京，那就好办了。你不说，我自然也搜得到。我当然相信裴督军的能力，但是您能搜到，也带不走啊。笑话，在北京城就没有我裴某人带不走的人。谭司令，你太自不量力了。那卷胶卷只能证明徐伯钧炸码头的时间提前了，却不能证明是他炸死了穆远航。一旦证据不足，您即便有能力操纵审判厅，给徐伯钧定罪，但是也不能服众啊。我怕
他会反咬你一口。所以，我这个忍证至关重要。只要您放弃上海，就有十足的胜算。这笔买卖，不亏吧？谭司令，你知不知道跟我讨价还价是什么后果啊？嗯？杜鹃，过河拆桥啊！谭司令，配合一点，交出人证，我就能带你一起过河。怎么了？一脸不高兴的。那个榆木疙瘩，回回都是我热脸贴冷屁股，真不知道我上辈子欠了他什么。那要不和我回上海？那不行。我这个人吧，我最讲信誉了，上辈子欠的，那这辈子一定要还，不能来找。你这嘴上说是榆木疙瘩，心里还是舍不得啊。嫂子，你能不能求求我哥，让我留下吧，好吗？裴伯父，不是，您这是要带我哥去哪儿啊？裴杜鹃，有事好商量吗？何必动枪啊？说得好，有事好商量。但是谭司令呢，算盘早就打好了，他可压根儿没想跟我裴某人商量。裴伯父，我哥他这个人就是嘴贱，如果他说什么您不高兴，您生气了，我替他给您赔个不是成吗？你说什么呢？你给我闭嘴！谭小姐、穆小姐，请二位移步，我们裴府从来没有对女人动手的习惯。走。你给我起开！你们今天谁也别想带我哥走。我是女人，你们谁敢动我？好了，小四，我是跟裴督军去办正事儿的，放心吧，没事。有正事儿聊，这么多人带枪，这不是价钱没谈拢吗？他们想强卖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小四，你哥办的是正事儿，别添乱。带走，正事儿。带走。放心，很快回来。哥，放心，他有分寸。谭司令，你该不会是把人藏在这儿了吧？督军，为确保万无一失，让您见笑了。没想到你和领事馆还有关系，关系谈不上，朋友多罢了。你不是在蒙我吧？嘿，哟，谭司令来了。廖翻译，谭司令，你的朋友已经安顿下了，一切都好。啊，麻烦廖翻译了。这位是裴督军吧？我在报纸上见过您的照片，您亲自过来是有要务找领事先生吗？我去帮你通报一声吧。不必了，我来是陪谭司令看望朋友。是，谭司令的朋友已经安顿好了，这里很安全，请你们放心。廖翻译，是。你是怎么跟谭司令认识的？我跟谭司令啊是领事先生介绍的。这领事先生之前当过战地记者，
谭司令救过他的命，所以谭司令交代给我们的事情，我们可不敢怠慢呢。你的人缘还真不错啊！嗨，什么人缘啊？这腰杆子不硬，不敢得罪别人，多个朋友多条路嘛。说得好，好，我希望这次之后我们也能成为朋友。督军，能得到您的垂青，我求之不得。姚半一，不打扰了，告辞。裴督军慢走，请。督军，你说这个谭玄林真的救过领事先生的命？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我们要对付的是徐伯钧，不必得罪洋人。谭玄龄想要委任状，给他便是。革命军眼看就要过长江了，我看他这个上海王也是朝不保夕。亮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这是你需要的阿司匹林的批文，我已经盖好章了，你拿走吧。阿廖上，我替前线的同志们谢谢你。感谢什么？当年我做战地记者的时候，要不是你救我的命，现在我的坟头草都很高了。你现在这口中文呢，可是越说越地道了啊！哎呀，还不是跟你这个老布尔什维克学的吗？啊，不过听说你的部队老大省长啊，你不去前线录一首，整个军功章回来？我们共产党人不争功，我把这批药运到前线去，能多救回几个受伤的同志，这比什么军功章都有价值。嫂子，我哥不会有事儿吧？没事，你哥啊从来不打没有准备的仗，他心里都有数，放心啊。好，谭司令。哥，我明天就让高等审判厅启动重审，便给越城督军府发传票，传徐伯钧马上赴京，配合审查。裴督军放心，人证交给我，绝对不会出岔子。今天酒喝的不尽兴，不算啊。等扳倒了徐伯钧，我们再庆功畅饮。好。请。哎呀，这个谭玄龄还真是没羞没臊。他是想告诉我们，因为穆晚清，他和徐家明面上的那点体面早已被撕得干干净净的了。对付徐伯钧，他是我们最好的盟友。但是这小子诡计多端，心思叵测，不是可交之人。因利而聚，利尽而散。我要用他手里的那副好牌，认认真真的胡上一把。你说，谭玄林带着裴勋去了东郊民巷的使馆区？是。而且是裴勋亲自押着姓谭的去的，不过他们在使馆门口就被挡了驾，他就带着姓谭的离开了。在北京，使馆区是裴勋唯一进不去的地方，他们去那里干什么？裴勋和使馆的人说了几句话，但是我们的人离得太远，没能听清楚。谭玄林去找裴勋，肯定是憋着坏想对付我的。谭玄林这个人是走一步看三步。看似临时起意，实则是谋定而后动，所以他这一次一定是有备而来。你派人给我好好打探一下，看看谭玄林到底在搞什么猫腻。难道他把闵大成藏在了使馆里？啊，督军，使馆区连裴勋的人都进不去，咱们就这几个人，怕是……哎，这2年，我们跟苏联恢复了邦交。在边境做生意的人也多了起来，去使馆办个签证，做个买卖，总不难办到吧？啊，属下明白，我这就去办。
你看看这本诉状，这个案子，你们审判厅能审不能审？裴督军，此事关系重大，完全没把握的话，那我们审判厅上上下下的法官、秘书，可都有性命之忧啊！真是笑话，这可是在我裴某人的地盘上，你怕徐伯钧怕成这个样子，亏你头上还顶着个大法官的头衔。督军呐，您这不是为难我们吗？人证物证俱全，这有什么好为难的吗？你若不敢重审，我老裴现在倒是就可以为难为难你。你们审判厅全体同仁的老婆孩子，可全在我裴某人的眼皮子底下生活。刘大法官，是不是我老裴平时对你们太仁慈了？你们只怕徐伯钧，倒不怕我裴勋啊？督军啊，我们绝对不敢，绝对不敢呢！那就乖乖的重审此案，我保你们一家老小平安无虞。好，一起听督军的，开庭重审，开庭重审。马上就给徐伯钧发传票，叫他上北京配合审讯。怎么事情办得顺利，你还不高兴啊？事情是顺利。我本来想借他的权力扳倒徐伯钧，可是我真没想到，这些法官会对他下跪。我更没想到，这国之公器居然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。是啊，这个裴勋未必比徐伯钧好到哪儿去。一丘之貉罢了。督军，我们在高等审判厅安插的眼线传来的消息，说穆婉清在诉状中写明了，他们不仅有人证，还有物证。裴勋亲自带着谭玄林跟穆婉清去找了刘大法官，刘大法官只能答应。果然不出所料啊，闵大成他没有死，谭玄林把他藏在了使馆里，是怕裴勋吃毒食，所以留了个后手。是属下无能，没能让闵大成闭嘴。不过这个使馆戒备确实太森严了，我几次派人进去，都没能打探出一点消息来。哎，这事儿不赖你。即便是打探到了消息，我们也伤不了闵大成的分毫。只是这证据到底是什么？难道闵大成早就有异心，留了我们的把柄？当年穆家少爷的事儿，我们与闵大成只是口头交易，并没有留下只字片语，他能有什么物证？事到如今，只能见招拆招了。真没想到，姓谭这小子竟然能鼓动裴勋重审旧案，也不知他许了裴勋什么条件。哼，这个我不奇怪，裴勋早就有取代我之心，这么好的机会他是不会放过的。只是我没有想到的是，谭玄林一个马匪崽子怎么会和洋人有关系？是啊，能在大使馆里藏人，这层关系绝对不浅。日本公使渡边先生现在正在北京，他是我的老朋友，你托他打探一下，谭玄林到底和使馆是什么关系？是。哦，对了，督军，这传票怎么办？你现在就给高等审判厅发电报，就说我陈科南起，身体不适不便出去，由你代为出庭。我？
徐伯钧果然是用称病来糊弄我们。看来这个老小子是怕了，他知道自己绝无胜算，怕有来无回，所以才派一个副官来带他出庭。督军，我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如果徐伯钧对审判不抱希望，他完全可以对这个传票置之不理啊，何必派自己的心腹徐远代为出庭呢？我怀疑徐远此次前来是另有目的。那依你的意思，他会作何打算啊？这个我目前不敢妄下判断，但是徐伯钧绝对不是一个坐以待毙的人，督军。所以我建议尽早开庭，以免夜长梦多呀。谢谢。你怎么还没睡啊？你在这都坐了半个小时了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这徐伯钧派徐远代为出庭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。高等审判庭既然决定重审，他如果拒绝出庭，岂不是不打自招？他自己不来，派个副官来，就算输了官司，也没有性命之忧啊。对，你说的对。但是问题就在于，他为什么要派徐远来？我是联络啊。哎呀，左参谋，好久不见啊！徐远兄一路辛苦了。我们陪督军在六国饭店安排好了房间，咱们先回去休息。嗨，辛苦左参谋了。我们徐督军身体抱恙，不便出庭，还请裴督军莫怪。哎呀，徐老兄说的哪里话嘛！您老兄可是徐督军身边的贴身侍卫啊！啊，由您带他出庭，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我们督军清者自清，况且还有裴督军在，我相信高等审判庭一定会秉公断案。哎呀，那是自然。老兄先安心休息，等出了开庭时间，我通知你。走，请，请。开车。立正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专心。立正，专心。谭司令，看看我这裴家军和你谭家军比如何呀？督军世代将门，裴家军的军容风纪，岂是我们这种杂牌军能比得了的？谭司令说笑了，你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杂牌军了，坐拥10里洋场，马上要成为穆家的乘龙快婿，你可比我阔气多了啊！督军您说笑了，我这区区2000人，怎么能跟您这10万大军比呢？哎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你可是不知道我的难处。10万大军，人吃马喂，一年要耗费多少银两啊？徐伯钧镇守在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，苏景山呢又坐拥晋西北的大片的煤矿，我跟他们比不了。再加上这几年水旱蝗灾连着来，农民欠收，军饷告急。那是您太仁慈了，不像某些督军镇守使，把几10年的税收提前收完了。你以为我不想啊？如果我也能像徐伯钧那样，坐拥富得流油的越城，我也恨不得把那些土豪劣绅的油水全都给榨光了。
可是不行啊，老百姓身上榨不出什么油水来。如果真的把老百姓逼急了，那我的军饷更就没有着落了。是啊，督军，这徐伯钧的案子到底什么时候开庭啊？我知道你是担心夜长梦多，但是这事儿还真急不得，毕竟案子太大了。我们必须给高等审判厅留一点时间，让他们做准备，免得到时候舆论会骂我们，说我们是预谋好的，要给徐伯钧下罪名啊！左参谋在书房等你，说是有要紧事。谭司令，我有急事，先失陪了，你请自便。好。徐远到了，左参谋去接的站，还亲自把他们送到了六国饭店。这个左参谋原来是裴勋的副官，应该是和徐远老相识了。我觉得马上就要对簿公堂了，怎么裴勋对徐远还这么客气？看来只要一天不开庭，就会有变数。变数？裴勋就是个变数。谭四，你派人盯紧徐远，有任何情况立马汇报。是。徐伯钧的那个副官真的是这么说的？是的，他说徐伯钧最近身体不佳，对上海的事务有些鞭长莫及。这个谭玄林又是一个爱闹事儿的人，自从他上位以后，令徐伯钧十分头疼。这次翻出10年前的旧案，就是为了诬陷徐家。督军，此番您若是能站在徐家这一边，治谭玄林一个诬陷长官之罪，那么徐伯钧说了，就由您来指定上海司令官的人选。区的一个上海司令，啊，就这么轻易的把老子给打发了？那您看要不要咱们跟他再谈谈条件？扳倒徐伯钧和扳倒谭玄龄，哪个对我们更有利？自然是扳倒徐伯钧呐。不，更有利的是，既扳倒了徐伯钧，又能从谭玄龄那儿要到好处。您的意思是让这个谭玄龄出血？下午我已经暗示过他了。如果这小子聪明的话，就应该明白，催我开庭，必须表现出他的诚意。那徐副官那边，你先答应着，如果徐伯钧催我们向谭玄龄动手，你就告诉他，我要挑到合适的上海司令的人选，让他们不要催。属下明白。去，把裴勇给我找来。是。少帅，这是您要的书。我知道我今天来晚了，但是今天啊，白天实在是不得空。你今天去哪儿了？怎么一天都没看见你的人影？哎呀，别提了。这徐督军啊，出庭的代表来了，左参谋呢又要接站，又要把人给安排好，而且呢还要里里外外给督军传话，实在是走不开。所以啊，就让我给顶了个差。徐伯钧的人不是等着来开庭的吗？副帅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说？嗨，也没什么话，就是出庭前的一些小话罢了。行了，没什么事了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得嘞。哎，对了，你让谭小姐来下我这里，有几本书是她要的。明白。你是说，左参谋从裴勋的书房里出来，然后去了六国饭店？是，而且聊了很久才出来。徐远呢？我已经派人在六国饭店盯着，一有动静立刻报告。怪不得下午在教场，裴勋一直在跟我哭穷。但是我一提到什么时候开庭，他脸色立马就变了。原来是两头通吃啊！那我们怎么办？
这儿可是裴勋的地盘，他要是耍诈，我们可是一点辙都没有。简单，逼他一下，骑虎难下。嫂子，你能想象自己在家就跟坐牢一样的感觉吗？又嫌你哥管你太多啊？我没说我哥，我就是在想，这个裴少君，他自己在督军府，就跟坐牢一样，心疼啦。谭小姐，穆小姐，我叫少帅呢，想请你过去一趟。裴少君找我？少帅有些书呢，想给你看看。告诉他，让他等着。行，那我先走，你抓紧。嫂子，这主要是我也没说要找他看书啊。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被我打动了。这俗话说得好，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哎，嫂子，你说这个裴少君，他是不是就在找借口？其实他就是想见我而已。但是我觉得这倒不像是裴公子会做的事情啊。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，你一个女孩子家这么晚去也不好。真的？你真是我亲嫂子。你呀。裴公子，我们过来拿书，可以进来了吗？进来。裴公子，裴公子，裴公子莫怪，只是实在太晚了，你让桑玉一个姑娘家自己过来，实在不方便，免得人家说闲话。穆小姐说得对，是我考虑不周。裴公子，你是不是想我了？你要是想我，你就直说呗，找什么借口啊？谭小姐，我找你来呢，是有件事儿，觉得应该让你知道。开门吧。徐远去了越城会馆，是，而且他还换了便装，戴了顶帽子，一路上十分的警觉。我们的人跟得很远，才没有被发现。他跟左参谋谈完话，还去了哪儿？我们的人一直盯着，左参谋走了以后，他就一直没有出过门，直到天黑了，才去了越城会馆。他不去给徐伯钧发电报，去越城会馆做什么？徐伯钧来北京了。你来的时候没人看到你吧？督军放心，我进来的时候兜了几个圈子，确定没人跟着，我才进来的。裴勋那边怎么说？左参谋递来的话说，裴督军对我们的条件很感兴趣，会考虑与我们合作。那他什么时候对谭先离动手啊？他们说还需要时间考虑一下上海司令的人选，让我们不用着急。都是些冠冕堂皇的话，裴勋这个老狐狸啊，肯定是在拖延时间，要看看哪边开的价码高。督军早就已经料到了。我不过是探探裴勋的虚实。他要是真心答应我，肯定是
狮子大开口，一个上海司令根本满足不了他的胃口。这次这么痛快的答应，他是想拿我们对谭玄林施压，想从姓谭的那里得到更多的好处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哎呦，我给客人送壶热水。水壶留下，你离开。哎哎，行。哎，督军，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如果谭玄林满足不了裴勋的胃口，以裴勋的性格，断不会开庭。我们还有拉拢他的机会。如果谭玄林和裴勋谈妥了，那我们就要务必干掉闵大成。没有了人证，他就做不成铁案，我们还有挽回的余地。可是，这使馆戒备森严，之前我们派人打探闵大成的消息也是一无所获。想要干掉闵大成，怕不是那么容易啊。渡边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还有啊，谭玄林到底和使馆是什么关系啊？渡边先生那边说，苏俄公使跟谭玄林并不认识，他们只是最近来了个朋友，好像是从广州来的。广州来的？莫非是革命党？倘若真是如此，那谭玄林他就不是人脉广了，那他就是通敌了。不应该吧？这谭玄林跟革命党并没有打过交道，这哪里来的交情呢？我想起来了，光耀在上海司令部庆功宴的时候，差点被革命党刺杀。当时我命令谭玄林全程缉拿革命党，莫非是当时他对革命党网开一面？若真是这样的话，这谭玄林算是通敌了。不管目前谭玄林是不是通敌，当务之急是要除掉闵大成。在使馆区不好下手，那就在开庭前，去审判厅的路上干掉他。属下明白，我去安排，确保万无一失。这是督军府的特供烟，徐光耀抽的就是这种。果然，徐伯钧来北京了，就住在悦城会馆。司令，那我们要不要先下手为强？先不要打草惊蛇，他跑不了。这几年边境贸易中断，我们穆家商会的北京分号就一直歇业，只留了几个老伙计看场子。但现在不是开放起来了吗？我就想把这商号再重新开起来。而且听说最近黑河口岸几个贸易量都巨大，利润又高，我就想着，反正南方的战事频繁，倒不如把生意做到北方来太平。我还真不知道你们幕府在北京有这么大的产业。莫小姐，你说有事要与裴某人商量，是不是就是想在北京开分号啊？我穆家在南方还算有名气，但是到了北方和苏联做跨境贸易，这洋人恐怕不认我们。但是督军就不一样了，您的威名他们自然是知道的，所以我就斗胆请督军做我北京分号的股东。你这个小姑娘，这是要扯大旗做虎皮呀！啊，你倒是跟我讲一讲，我裴某人凭什么给你撑场面？
这您1分钱不用出，活我全干。这北京分号的利润，我只拿走2成做人力成本，剩下的呀都归督军您。可这你倒是图什么呀？我只图督军能帮我哥哥沉冤昭雪，还我穆家一个公道。明白。不过，你又何必兜这么大一个圈子？要是我穆家直接出钱，别人肯定以为我是贿赂您，那我穆家一介生意人受人诟病倒没什么。要是督军的名声被破坏了，我实在是过意不去。但如果督军能入股商会，那拿红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那别人啊也不好嚼舌根。穆小姐，你倒是考虑的比较周全啊。哎呀，谭司令身边的女人果然是一个赛一个的机灵啊。那我就当督军答应了。别忙，穆小姐，我看你们在北京商号也没几个伙计，人力成本我给你留1成，如何呀？没问题，全凭督军安排。穆小姐，冰雪聪明，又仁义厚道。好，那我裴某人就却之不恭了。能和督军合作，是我穆家的荣幸。哈哈哈！怎么样，司令？事情办妥了？廖先生跟几家外国的报社关系还不错，他答应帮我们刊登旧案重审的消息。所以在这压力之下，他不可能一拖再拖。但是穆小姐不是已经去找裴军谈条件了吗？咱们还用逼他就范？像这样的老狐狸，我们必须软硬兼施，双管齐下。裴勋这个老东西，他是要彻底跟我翻脸呐！拿洋人的报纸恶心我，看来他是铁了心要跟谭玄林站在一起。就算他跟谭玄林站在一起，我们也不用担心。在开庭之前，我有把握干掉米大成。传令下去，让长江以北的军队往函谷关集结，并责令光耀马上押运军需辎重前往支援。督军，可是这革命军现在正在长江南岸跟我们对峙。哎，两害相权取其轻。如果裴勋这个老东西敢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定我的罪，那势必要置我徐家于死地。我徐伯钧可不会坐以待毙，想要取我的命，看看你有没有那本事。你怎么回事？徐副官说了，报纸不要拿到少帅这里，快拿走啊！报告少帅，督军电报。什么事？督军让你押送辎重去函谷关。可是我们的军队在长江边跟革命军对峙，这个时候去函谷关干嘛？督军电报上没有明说，但他要你5日内抵达，否则军法论处。你最近来找我的次数也太勤了吧？是不是因为徐少帅、裴少帅都不在，实在闲得慌？你要是愿意陪我吃饭呀，我倒是宁愿他们都不在。我看是他俩都办正事去了，没空带你玩吧？我的正事儿就是陪你。来，过来。我要2份。好，给您。谢谢。谢谢。号外！穆家旧案重审！外报耶！原来小叔叔打的是这个主意。这个谭玄林就是个小人，亏得光耀抓了他那么多把柄都放过了他，他竟然这样恩将仇报。你说什么呢？你没看报纸上写着找到了新的人证物证，当然要重新审讯啊！小叔叔帮穆家讨回公道，这有什么错？那你怎么知道这些人证物证不是伪造的？
我小叔叔不是这样的人。哼，你帮他辩护的倒是起劲儿。他去北京带你了吗？还不是和穆婉清打得火热？那你替徐光耀不平，你自己不还是被蒙在鼓里？他俩不是你的好兄弟吗？出了那么大的事，他们通知过你吗？不吃了，我要回家。哎，位置都定好了。气饱了。我错了，行不行？你，哎，督军，谭司令，请。裴督军，这么晚了找我，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吗？谭司令，这事儿是你干的吧？督军说笑了，这明明是徐伯钧啊，怎么能是我干的呢？我还不知道这是徐伯钧吗？啊，你小子别在我面前装傻充愣了。这个案子，我很早以前就跟审判厅长打过招呼，一致口径，暂时不对外公布。可是为什么突然洋人的报纸上出现了消息？谭宣灵，你跟使馆的关系很熟，这事儿不是你干的，还能是谁干的？督军，那我就不瞒您了。这消息啊，确实是我放出去的。我是怕您错过了开庭的最佳时机，所以我才斗胆帮您下决断。谭宣林，你不要以为用了你老婆的几箱银子，你就可以在老子面前自作主张。晚辈不敢。你不敢？事情都做了，你还想在老子面前演戏是不是？晚辈说过了，我真的是怕您错过了开庭的最佳时机，我是为您着想啊。狗屁！你知不知道，徐伯钧驻扎在长江边上的几支部队已经开拔北上了，老子真跟徐伯钧打了起来。别说商号的那点银子，就连整个穆家填进来都填不饱。你小子口口声声的说为老子着想，你当老子是3岁的小孩吗？你可别忘了，你现在就在老子的地盘上，不光是你，还有你的老婆、妹妹，3条小命全攥在老子的手里。你胆敢再给我玩花招，小心我让你们全都有来无回。督军，我当然相信督军的能力，一定会让我们有来无回的。我斗胆问您一句，您想不想让徐伯钧也有来无回啊？怎么讲？徐伯钧已经在北京了，就住在悦城会馆。他现在人在北京，千真万确。他派副官与您虚与委蛇，自己却在背后暗中筹谋。督军，现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只要开庭，定徐伯钧有罪，立马就能把他抓进监狱。到时候，是病死狱中，还是畏罪自杀，不都是您一句话的事吗？但是，再拖下去，等徐伯钧离开北京，全身而退，就一切都来不及了。明日开庭，连夜通知。可见裴勋这个老东西是临时起意。是啊，高等审判庭连夜通知我们的，说明天上午10点开庭。督军，我们要不要早做打算？裴勋既然把消息都登报了，开庭是迟早的事，没必要这么匆忙。兴许是想打我们个措手不及。哼哼。闵大成那边都安排好了吗？督军放心，明天就是他的死期。
确认，人在车上。卖花嘞，卖花，来看看吧。你先让他看看来啊。